金星距离地球最近，那为什么现在人类基本上就已经放弃了对金星的探测啊，都在往更远的火星上跑？那今天我们就聊一下金星这个独特的星球，它可能会预示着我们地球的未来。好，我先说答案啊，原因就是，其实在上个世纪，我们向金星已经发射了大量的探测器，数量高达46个啊，这你可能没有想到啊，基本上跟火星的探测频率是一样的。那么对金星探测的这段历史，你可能听的比较少，那结果我们就发现，金星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通过观测发现，金星的大小差不多是地球的95%，而且它的轨道和我们地球是相邻的，它的各种物理指标和我们地球都很像。那我们就认为这金星可能会存在生命，但结果就发现金星是太阳系中最极端的天体，根本就没有生命。就算是探测器啊这种铁东西，在金星上也坚持不了3个小时啊。所以说，上个世纪其实我们往金星上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非常的大啊。比如说，从1961年到1965年，前苏联就率先向金星发射了4个探测器，包括巨人号、金星1号、2号、3号探测器，但这些探测器均以失败告终了。不是爆炸就是失联。那最后最好的情况就是金星3号，它实现了在金星上的硬着陆，就是说它直接摔在了金星上啊，没有返回任何有用信息。但这其实也是一种成功，并且准确的砸中了金星，对吧？然后从1967年啊到1983年这10几年间，苏联又向金星发射了10几个探测器，从金星4号一直到金星16号，其中这个5号、6号还是硬着陆啊，但是他们都成功返回了金星高层的大气。这个温度、压力以及化学成分。那么从金星7号开始，我们终于实现了软着陆，并且对金星表面的情况啊，比如说大气的成分、压力、温度进行了探测。那么金星11号、12号就首次为我们发回了金星表面的照片。金星13号、14号在金星表面进行了钻探，并且采集了岩石样本。金星15号、16号啊，在轨道上绕着金星飞行，绘制了金星表面的这个全球的地图啊。那么通过这些探测，我们就发现，金星的大气和云层跟我们地球是完全不一样的。金星大气中主要是二氧化碳，约占96%啊，以及这个3%的氮气，这些气体都非常的浓厚，所以金星表面的大气压是地球的92倍啊，这相当于1000米深的这个深海的压强，这足以把地球上的任何陆生动物给压扁的啊！而且在50到70公里高的这个上空，有将近20公里的硫酸云层啊，非常的厚，它覆盖了整个金星，所以我们在太空是看不到金星的表面的。正是因为云层的大量覆盖，就导致了金星是太阳系中反照率最高的行星，它可以反射75%到84%的太阳光，再加上它距离太阳和地球都很近，所以金星是我们在地球上能够看到的除了太阳和月亮以外最亮的天体了。它比第二亮的天狼星还要亮了14倍，它比火星亮了200倍。总之，它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星星。那么虽然金星的云层反射了大量的太阳光，但是金星上有高浓度的二氧化碳，它还是给金星带来了失控的温室效应，就导致了它比水星表面的温度还要高啊。我们知道水星它距离太阳最近，按理来说它应该是太阳系中最热的星球，而且它没有大气层，在阳光照射的情况下，表面温度可以达到427摄氏度，在没有阳光的一面温度会下降到零下180摄氏度。金星全球的温度它始终就保持在440到480摄氏度啊，所以说金星是太阳系中最热的星球，这就是为啥苏联的探测器上去以后根本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所以到了本世纪，我们基本上就把探测的重心放在了火星啊，你给金星表面放再多的探测器，没有意义，对吧？顶多就是你放几个轨道飞行器。比如在2005年的时候，欧空局还向金星发射了金星快车号轨道飞行器，来监测金星的云层、大气环流以及磁场。不过金星快车号已经在服役10年以后在2015年的时候已经坠入了金星大气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啊。那么目前在金星轨道上运行的探测器只有日本在2010年发射的金星小号飞行器。不过未来我们还是会向金星发射探测器的，因为科学家一直认为金星的高层大气中可能存在一些幸存的微生物，因为那里的环境跟我们地球很像，所以未来对金星的探测我们还是会继续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研究金星对我们理解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也是有帮助的啊。比如说，我们通过对金星凌日的观察，就诞生了一门新的技术，叫凌日光谱学，它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系外行星的大气成分。因为行星在经过母恒星盘面的时候会挡住一部分星光，如果这颗行星还有大气层的话，那么它的大气就会过滤星光的，对吧？通过对星光光谱的分析，我们能够知道这颗行星的大气成分了。这项技术在2004年的金星凌日中就首次被展现了出来，那么现在已经就成为了研究系外行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次就是金星的存在可以为我们研究系外行星提供一些经验上的帮助啊。你看
在我们太阳系的内部，也就在冰霜线的内部啊，有4颗岩石星球啊。最主要的是，这4颗星球的命运都不一样，它们就很好的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参考的例子啊。比如说，假如有一颗行星它距离母恒星很近的话，那么你就有可能被母恒星潮汐锁定的，而且大气层也会被母恒星这个剥离的。这就是水星给我们提供的经验。再比如说，假如你距离母恒星很远，而且你还很小，那么你就会变得非常的寒冷，不适合生命的生存。这就是火星给我们提供的经验。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地球啊，它的大气层大小和太阳的距离都很好，可以有液态水的存在啊，因此就有了生命。那么最后就是金星给我们的教训啊，如果一颗行星经历了严重的温室效应，就会变成地狱的。这对当今的地球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警示，因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温室效应啊。那么根据联合国气候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说法，目前我们生活在12.5万年来最热的时期，这背后的原因就是燃烧煤炭、天然气这些化石燃料啊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那现在我们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处在了200万年来最高的水平，并且还在不断的上升。如果在2030年温室气体还没有大幅缩减的话，气候变暖将会变得更加的严重。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可能会高达4摄氏度。这就是为啥我们现在天天在说要节能减排，要发展清洁能源，因为再这样下去的话，金星肯定是我们地球的未来。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是理论科学，点个关注，一起学习有趣的科学知识，拜拜。